香兰姐，你还好吧？说不好。不知道。按理说，我现在应该是高兴才对，是吧？顾律师，辛苦了。留步吧。闻着香就回来了，看看做什么呢？看看，拿手菜肘子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今天什么日子，做那么好的菜？给你们补补啊！哎，马上就好啊，咱们准备吃饭。妈，你买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回来的？哎呀，根本就不是我买的，是人家小徐给送过来的。嫂子回来了。慕言，你来了。哎，嫂子，念，我跟你讲啊，小徐人简直是太好了啊！你看，家晨不在，他忙里忙外，忙前忙后，考虑之周到啊，这叫患难当中见真情啊！你对我们娘儿仨的这份情谊啊，我们铭记在心，没齿不忘。哎呦，阿姨，瞧您说的太见外了，咱都是自己人。是是是。啊，对了，洗碗机给您装好了。哎，姑娘，你看。小徐还送给咱们一台洗碗机，哎呦，太实用了！你是不是考虑到我们平时整天洗啊，这个第二张面孔会弄得很粗糙？你看看，这才叫做雪中送炭啊！不是阿姨，那个这个洗碗机不是我买的。不是你啊？你买的？我是在楼下看见有人送货，收件人写的是嫂子，我就给带上来了。对，那个寄件人叫封先生。哦，慕言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跟你说一下嘉诚案子的事情。哎，好，阿姨。黑了吧唧，啊，地方放。怎么了，嫂子？宋嘉诚让你来的。是，宋丽说了，虽然他不能回家，但他依然想着家人，让我过来看看。慕言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跟宋嘉诚已经离婚了，所以我不想在很多事情上再纠缠不清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我能明白您的意思，但是有句心里话我必须得说哦。宋律之所以跟您离婚，是觉得心里对你有愧疚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他依然想着您和孩子。慕言，我知道你是宋嘉诚的哥们儿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我的感受。现在我每天面对工作，还有他的案子，我已经够乱的了。我希望我回到这个家里，是一个安静的、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空间。你能理解吗？但是嫂子，我觉得不管多大的矛盾，时间能治愈一切。慕言，如果你以后来做客，我很欢迎。但是，嫂子，我懂了。如果你有其他需求的话，直接跟我说。菜都齐了，吃饭吧。小公主用膳了。哎，周总，坐这儿。好不好吃？喜欢吃哪个？嫂子，要不然坐这儿。您坐这儿。今天奶奶做的大肘子，哦来，阿姨，您坐这儿。哎，您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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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请。人类靠双手创造了生产力，而生产力反过来又解放了双手。这洗碗机真好。
李律师早。哎，顾律师，你可能还不了解我，我这人明人不说暗话的。你想说什么？那个江兰一直是我的客户嘛，你怎么可以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你就一脚插进来？你这不合规矩的。江兰确实是您的客户，但那不是您的私人财产。而且坦白的讲，我跟当事人谈的还不错，他已经同意了，我可以跟您一起代理他的案子。而且从结果上说，我们确实为他争取到了不错的离婚协议。你这是耍小聪明，你为当事人赢得那么点蝇头小利，能长久吗？职业的路很长，那好运气不会永远在你那边。李律师，我们都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在分工合作，您不用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。反正我的话是为你好，啊，我由衷的不希望你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。这份协议我已经整体核对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保险起见，您再看看具体的条款，如果确认无误，就可以签字了。好。你这个男方怎么还不到啊？说好了10点过来签字的。你急什么急？急什么急啊？我比你还急呢，我这打电话打不通啊。一下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钟有为刚刚出车祸了。他真没事吧？这回事儿大了，人一直昏迷不醒，在医院躺着呢。哎，你这样啊，你现在马上帮我查一下江兰的委托合同，查一下律师权限。哎，你把别的活先放下，先忙我的事儿。你干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叫天上掉馅饼吗？现在就是。如果这个钟有为一直昏迷不醒，那他名下的全部1亿2千万资产就归咱们客户所有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确定吗？好。啊？哪家医院？好。这下这小子非抓狂了不可。这就行了，离婚协议达成了，达成了。你看清楚了，那签字不完整，没有法律效力的。这是你刚才强行打扰江女士签字的，是吗？什么是吗？你理解的不是江女士本人的意思吗？行了，你们都别吵了。告诉我，钟有为他现在在哪儿？哎呀，那刚才呀，在来的路上出车祸了，在医院抢救呢。哎呀，这事儿闹的。对，这件事还要非常感谢你啊！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啊！对不起，我先挂了。钟有为在来签离婚协议的路上出了车祸，现在人在医院呢，已经重度昏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如果他持续昏迷的话，那么江兰将得到他全部财产的管理权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钟有为之前修改过他的遗嘱，在新的遗嘱当中，他排除了江兰的继承权，而添加了他那个新的小女朋友的名字。所以，
如果钟有为不幸去世的话，那么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他的新欢。没错，但是如果钟有为持续昏迷的话，最大的受益方就是我们的客户。这话虽然听起来很不人道，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。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。在哪边啊？是 C 这边中间 C 区啊。嫂子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怪钟哥，是一辆大货车迎面就撞过来，就撞成这样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小钟哥的经纪人，我是魏强。我是江兰女士的律师顾念。哦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该不该来？他是不是特别不想见到我？嫂子，你别多想。上周小钟哥还跟我谈起你，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你。你别安慰我了，闹吧，我们俩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他巴不得我早点离开他呢。怎么样了？在里面。没事儿，我就是看着他们有点难过。我理解你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太情绪化了，还有正事要办呢。钟有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也刚到，正想问呢。护士，麻烦您问一下钟先生的医生什么时候能来？哦，医生已经在给病人的太太介绍病情了。事故对病人的脑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，虽然颅骨没有骨折，出血也已经止住，但很不幸的是，病人出现了硬膜下血肿，情况很不好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您的丈夫可能很快会面临脑死亡，不能自主呼吸。虽然心脏功能和血液循环系统依然可以保持正常，但也只能靠机械和药物才能维持得了生命体征。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能算作医学上的死亡，对吧？你们是？我是病人的妻子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现在还没有。大夫，您的意思是不是说，钟有为先生有可能他就是永远都醒不过来了？在我看来，他醒来的几率是微乎其微了。微乎其微的意思就是还有希望。那么这个希望是多少呢，医生？病人因为脑部受创，所以也许只有1/100,000,000的希望能够苏醒了。就算是只有1/1,000,000，那么也还是生命。只要有生命，就不能等同于死亡。这个是你的理解，大夫有大夫的判断啊，咱们应该尊重医学，好吧？你是真不明白，还是装糊涂啊？医学上认定的自然人死亡是要出具相应的死亡证明的，而我国法律现在主要还在沿用心肺死亡的认定方法。对不起，医生。哎，你好，我想请问您一下，您同意刚才那位医生的看法吗？我当然同意，他说的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个话。我曾经接触过一个病人，他1994年的时候因脑部受伤变成了植物人。当时我对他做出了和今天相同的判断，醒来的几率几乎为0，或者说是1/100,000,000。那后来呢？他昏迷了21年以后，到了2015年的时候，他毫无预兆的
就苏醒了，100%的几率，在我这里活生生的变成了现实。我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发生了。苏小姐，我来宣布一下啊，我当事人苏小姐呢，将申请作为钟先生的监护人，今后钟先生所有在医学方面的决定，由苏小姐来负责。申不申请、怎么申请，那都是你们的权利，我方充分予以尊重。但是目前，江兰女士依然还是钟有为先生法定的第一顺序监护人，所以，怎么去做医学的决定，恐怕还轮不到你的当事人。江女士已经跟钟先生离婚了，她自动放弃了法律赋予配偶的所有权利了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方并不认可那份离婚协议，那个未完成的签字也是无效的。那就走诉讼程序呗，让法院来决定这份离婚协议它的合法性。没问题啊。如果你愿意再多费一道周章的话，我们愿意奉陪到底。我们不嫌麻烦，律师嘛，吃的就是这碗奔波的饭。我能跟你谈谈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刚才有一个大夫，他提到他曾经亲身经历了一个昏迷了21年的植物人重新苏醒的病例。这就说明，哪怕是有100%的几率，也是有可能发生奇迹的。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小钟哥已经50岁了，你还想把他困在病床上躺个20年？好，就算他真的醒过来了，他会是什么样子呀？一旦行尸走肉，生不如死。没有人比我了解他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小钟是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人。我20岁的时候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了，走到今天，整整25年。这25年的情感，因为你的出现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不想怪罪什么，我也不想惩罚你。我就是想请你放过我们，给小钟一个重新醒过来的机会，行吗？你们之间要是还有感情，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吗？他跟我说过很多以前你们的事儿，是，你们是住在一起。可你了解他吗？在意过他吗？你们名为夫妻，其实早已经形同陌路了。可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了解他，尊重他，我知道他是个天生的歌手，有一个热爱自由的灵魂。他绝对不会想要被禁锢在一个维持生命的设备里。我也绝对不会允许他忍受这样的折磨。走过几多秋，想念轮隐藏在书中。你陪我走过几个秋。
从年轮隐藏在书中，走过青涩，走过乡愁，走过西游，岁月藏进你的温柔，轻轻撩拨琴弦的手，微妙的旋律弄似酒，依偎在一起，我们做着梦。是钟先生写的歌吧？听着好熟悉。是，这是他早期发行的一首歌，是他给我写的。听上去就能想象得到，当年的你们有多幸福。你说，他现在能听见我唱歌吗？医生说他的听觉系统是好的，只是没有意识了。我觉得他就是睡着了，他太累了，终于有机会好好的休息休息了。你看他睡着的样子，跟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们年轻那会儿，全国各地的到处跑，走穴，觉永远不够睡。他有的时候累了，就是在车上睡一会儿。他是那么一个人，就是你只要让他睡上一小会儿，他就能够精神焕发的就醒过来，然后光芒四射的就站在舞台上。你们俩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我现在倒是觉得，这日子再简单一些，也许会更好。我要是知道奋斗了半生是现在这样的结果，我宁愿选择当初不开始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要一直这样陪着他吗？是啊，怎么办？小钟，你说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本来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我怎么能够原谅你？可是你让我怎么办？顾律师，你帮帮我好吗？想想办法，让小钟留在我身边。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确定，我一定要在他身边。他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我的照顾，他现在这个样子了，我怎么能够离开他呢？你能够理解我吗？不惜一切代价，你替我想想办法。我要留在他的身边，等着他醒过来。他一定会醒过来的，对吗？大家好久没有一起聚了，到时候会带2瓶酒。哦，行，大家敬喝。对啊，吃顿烧烤真的。来，去，拜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有一特大好消息，要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。我就那一般人，别告诉我了。哎，别，你可不是那一般人啊！我们一帮人都约好了，这周6要去野外烧烤，我还跟他们说了，特意给你留位置。谢谢你，我去不了。哎，我都跟他们说完了，你能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？谁让你跟他们乱说的？我干嘛给你这面子？咱能别这样吗？咱俩不是好朋友吗？你别自作多情了。我这个人啊，到哪儿都没朋友，只有工作关系。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那我看你跟顾律师关系也挺好的，那有事没事都能聊2句。那你怎么爱跟他聊呢？
那他要一男的，我都该嫉妒。你是不是到点该下班了？我这一堆事儿呢，你赶紧享受你业余生活去啊！赶紧走。哎，你就回答我一个字儿，去还是不去？我周6来办公室加班，去不了。谢谢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喂，有规定啊，男女双方有一方想提出离婚的，可以由相关部门进行调解，或者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。但是你的情况，哎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咱们当面说好吗？行，挂了啊。你决定要跟爸爸离婚了吗？这是妈妈的工作电话，不是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事儿。但是你们早晚都会这样，对吗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要答应我，如果你们这么决定了，我不希望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这个小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？你快睡觉。明天早餐有惊喜哦，不要藏啦。没收，拿走了，盖好被子。晚安。听母言说，你剪了头发，比我想象中的好看。我呢？我怎么样？有点憔悴，瘦了。彤彤呢？彤彤好吗？还不错。彤彤有我呢，你不用担心。他肯定长高了不少吧1.37米了。谈正事儿吧，我现在是你的律师。听母言说，你现在丰盛的律所上班。是。到我这个年纪，肯聘用我的律所已经很少了。其实你一直都是个好律师，只是被我给埋没了。这些年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你就是这样感激我的吗？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案子，你跟罗西的事情，现在我还被蒙在鼓里吧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努力，一起经营这个家，一起经受磨难，现在这一切都变得一文不值了。
你就是个混蛋。对不起，姑娘，我不想辩解什么。我和罗欣的事，这完全是杜康一手安排的。安排你就接受了？那你是承认对你的指控了是吗？他们为你提供了服务，你享受了，然后你没有为他们办事儿是吗？不是那样的，宋嘉诚，我现在是你的律师，你要对我实话实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参与杜康他们的勾当？姑娘，你知道，我执业这么多年，在业务上我从来都是问心无愧的，我没有帮杜康做过任何违法的事儿。杜康案件牵涉复杂，利益链条盘根错节，我作为他案件的辩护律师，我的位置很微妙。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的案子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？你觉得这正常吗？我之所以请你来做我的耳辩，就是因为我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你了。我们俩之间的谈话，你不要对任何人讲，包括雪面。我明白了，我会把你的案子从头开始梳理。我已经帮你申请了取保候审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很快可以出去了。谢谢。回来了。宋嘉诚状态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比想象中的好。你们谈什么？我们我之所以请你来做我的耳辩，就是因为我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你了。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该怎么说呢？我们俩之间的谈话，你不要对任何人讲。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。我跟宋嘉诚谈了很多，但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。我懂，确实，这是你们之间的私人问题，我不该唐突的，对不起啊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风声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。这样，你先安心解决你自己的问题，有什么需要，你随时告诉我啊。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冯主任，下面我给你汇报一下最近律所大家的工作情况。大家在这段时间既坚持了一如既往、坚定优质服务的理念，又开拓了新的工作思路，进行了整体的分析。现在这项工作继续发展，为全面完成律所的发展大幅度提出。下面我们说这个第一项是各部门管理。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还没睡着呀？我睡不着，你陪我睡呗。你确定啊？哎，干嘛？你睡下面就可以了。我想上来呢，你。
我可跟你说好了啊，今天妈妈陪你睡，你可别睡一半，你又赶我走。大熊熊，今天不用你陪西彤呢。你今天为什么不敢一个人睡了？是做噩梦了吗？你今天去见过爸爸了吗？见过啦。那你跟他说我想他了吗？我跟他说了。那他没说什么其他的吗？他说他特别想你，让你在家乖乖的，别惹奶奶着急。那他没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爸爸在很努力的争取，能够早点回来。那你会帮他，让他早点回来吗？当然了，他是爸爸，妈妈怎么会不管他呢？你放心吧。说是来加班，其实也没什么正事儿啊。说是周末来工作，原来就是到办公室来蹭网来了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哎，这也是我的办公室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你不是野餐去了吗？哎，你不去，我也不想去了。没有你的旅行，它已然失去了意义，就如同烤串没有自然一样，索然无味。那你慢慢欣赏啊，先回家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现在回家早了点吧？啊，大周末的宅在家里多不健康啊！你一正值青春的花季少女，能不能活得阳光乐观一点？有你在，我就乐观不了。你就是挡住我阳光的那道阴影。我带你出去逛，赏个脸。我不逛街，你省省吧。没说逛街，我知道你对那些走马观花的事儿不感兴趣。我说那地儿是一风水宝地，你肯定喜欢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画廊啊。来画廊干什么？那就看你眼力了。王默教授讲座，眼力挺好。刑法界大拿，我大学时代的恩师，怎么样？没白来吧？想不到你还是他的高徒，真看不出来。王老师每周都会在这儿举办免费的法律私塾活动，共同探讨法律观点，有的时候还会进行模拟法庭辩论。哎，还有啊，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所有人都要隐去自己的身份，只能用网文或者笔文相称。有点意思。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我们来看第4个案例。数名被告人手持凶器闯入高速路收费站，在控制住工作人员之后，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冒充工作人员向来往司机收取过路费共计4万余元，并均未能开具发票。在本案当中，几名涉案被告人应当成立什么罪名才是合理的？同意诈骗罪的，请坐到这边；持反对意见的，坐到这边。好，开始交换。好。好，我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对过往司机构成了诈骗罪，还对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构成了非法拘禁罪。我不同意这个看法。过路费是过路司机本应交纳的费用，过路司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财产损失，因此无法构成诈骗罪。
可如果过往司机知道工作站的收费人员是冒充的工作人员，他可以拒绝缴纳这个费用，怎么会没有财产损失呢？不管收费人是谁，过路司机都必须缴纳费用才能够通过，所以缴纳金额并不受涉案行为发生任何改变。OK 啊，即便如此，那对于那些需要开发票的司机，他仍然承担损失啊。你要这么计算的话，那缴纳的金额就不止4万元。你的意见是什么？我认为，被告人应该对收费站构成抢劫罪。理由呢？简单的说，被告人通过暴力手段剥夺了工作人员的收费权，获取了本应由收费站取得的现金，而这种利益的获取恰好是通过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行为取得的，因此应该构成抢劫罪。有理有据，说得很好。在这个案例中，我个人倾向于成立抢劫罪的观点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案例。这就是你的筹码啊！我给钟有为生了个孩子，这可是他唯一的亲骨肉。就算你江兰再恨我，他也不可能不认这孩子吧？玫瑰自在绽放中，无惧风雨似海浪。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种下，就开始梦想。花瓣没相伴绽放，有一灵魂被点亮，像一层一层的海浪跌宕，要抵达力量。玫瑰，你是玫瑰啊，无需卑微，无需退位，你就是美，你代表爱，柔弱也铿锵，沉默都激昂。褪去花瓣上的伤，素面朝着光，灵魂里悠悠暗藏温柔世界的原谅，披上晨露中的妆，吸引众多的目光，谁都不惊慌，对自己欣赏，放慢节奏，乘风逐浪。玫瑰，你是玫瑰啊，无关是非，也无知诋毁，你刺痛泪，代表珍贵，寻找也绽放梦想都可为。褪去花瓣上的伤，素面朝着光，灵魂里悠悠暗藏温柔世界的原谅，披上晨露中的妆，吸引众多的目光，谁都不惊慌，对自己欣赏，放慢节奏，乘风逐浪。褪去花瓣上的伤，素面朝着光。